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系列的大结局。在过去的几集里，我们学会了如何调整饮食，如何断食，如何修复肠道。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套非常强大的从物质层面改善健康的工具。但这里有一个终极问题：如果你把所有事情都做对了，饮食完美，运动规律，为什么有时候你依然会感到焦虑、疲惫、心慌，甚至睡不好觉？答案藏在这个拼图的最后一块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块里。它连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，是所有生理活动的总指挥，它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。我们的身体里有两套互相拮抗的自主神经系统，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辆车的油门和刹车。第一套叫做交感神经系统，它就是油门。当你遇到危险、感到压力或者喝太多咖啡时，它就会被启动，让你心跳加速、血压升高，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。第二套叫做副交感神经系统，它就是刹车。它的作用是让你放松、休息、消化和修复。问题在于，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把脚一直踩在油门上。持续的压力、资讯过载、睡眠不足，导致我们的刹车系统几乎处于半失灵状态。而这个刹车系统里，最核心、最重要的一条通路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迷走神经。迷走神经是人体内最长、分布最广的一条神经，它像一条资讯高速公路，从我们的大脑一路向下，连接我们的核心脏器，包括心脏、肺，以及最重要的，我们的肠道。它的健康程度直接决定了我们身体的放松和修复能力。医生发现，很多病人之所以心率过快、心慌，或者有心律不整，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迷走神经功能太弱，刹车踩不住油门了。而我们在第4期也讲过，一个不健康的、有肠漏的肠道，会直接损害和抑制迷走神经的功能。这就是为什么肠道不好的人，往往也更容易焦虑和失眠。一个人的迷走神经功能好不好，有一个客观的指标，叫做心率变异性，也就是 HRV。HRV 越高，说明你的刹车系统越灵活、越健康，代表你从压力中恢复的能力越强。好消息是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简单、刻意的练习，来随时随地的骇入这个系统，主动踩下刹车，重新训练和启动我们的迷走神经。这里是一份你可以立刻上手的迷走神经活化工具箱。第一个，也是最基础、最强大的方法，控制你的呼吸。具体做法非常简单，吸气，默数4秒，然后慢慢的、有控制的呼气，默数8秒。关键在于让呼气的时间成为吸气时间的2倍。这种长长的呼气会直接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危险已经解除、可以放松了的信号。每天只需要练习10分钟。第二个方法，制造震动。迷走神经穿过我们的喉部，所以通过哼唱或者大声唱歌所产生的声带震动可以直接刺激到它。第3个方法，拥抱寒冷。我们的脸部，特别是眼部周围，有丰富的迷走神经末梢。用冷水泼脸，或者用一个冰袋轻轻敷在你的脖子两侧或前额，可以启动一种叫做潜水反射的古老生理反应，这会立刻让你的心率下降，让身体进入平静状态。第4个方法，开怀大笑。你没听错，发自内心的让横膈膜震动的大笑，是对迷走神经最愉悦的刺激之一。第5个方法，瓦尔萨尔瓦动作 Valsalva maneuver。 这是一个更进阶的技巧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像要用力排便一样，屏住呼吸，并向腹部施加压力，维持几秒钟。这个动作能强烈刺激迷走神经。通过这些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可以重新训练和启动我们的刹车系统。一个功能强大的迷走神经带给我们的好处是惊人的：更低的心率和血压，更少的发炎，更强的抗压能力，以及更快的身体修复速度。好了，到这里，我们心脏健康揭秘的整个系列就结束了。我们从一个28岁的病例出发，一路探索了身体的硬体、内脏脂肪、胰岛素、肠道和饮食，最终我们找到了升级软体，也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方法。这不仅仅是一系列健康知识影片，这是为您打造的一套完整的从物质到精神的生命掌控手册。希望这个系列能为你构建一个全新的健康认知框架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。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，整个系列里哪个知识点让你印象最深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